吹嘴的部分我们刚刚拆下来，然后拿去刷洗。那调音的重要步骤就是你的吹嘴一定要上，这样在调音的时候会比较精准一些。好，那我们上吹嘴，然后顺便点个油。记得吹嘴洗完之后，你上面的水珠尽量要擦干，不然到时候这些水珠吹到你的琴里面，它附着在簧片上，它可能就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氧化。那到时候你要救的话，可能就比较难救，就需要更换。好，那我们先把琴吹嘴部分先装回去。我们先把吹嘴的部分先装回去。好，我们顺手把螺丝换掉好了。这个学生使用有点暴力哈，我们先把螺丝换掉，换上2根新的螺丝。接下来是刚刚听到这个发这个音，好，那在调音之前，我想要顺手检查一下这把琴的间距，好，在我口琴还没有拆开来的状况下。好，大家可以听到，如果有这个音啊，通常都是胶片有2层，下层的比较长，上层的是透明的。那这2层粘在一起的状况才会造成这个声音的产生哈。所以你用小刀片、美工刀把上下2层挑开，它声音就会少很多。好，所以我们就顺手把每一个都挑开。这种状况大部分会产生在你不会保养琴的状况下，才会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口水太多，然后你也没有自然的风干哦，就会很明显有这个状况。那我们先来下它的簧板，然后来把那个刚刚这个音不准的这个簧片换掉。好，下完簧板之后，一样先拆这个弹簧哈，弹簧一定要记得拆开来，才不会不见。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发这个音在哪里哈。这个发这个音在哆来咪发，在下侧簧板的外侧哈，在这里。好，你会看到，如果你很认真练琴，然后又不太通风保养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内侧簧板锈蚀的非常严重。好，那我们先来处理这个发这个音。好，这个发。这把琴很有趣哦，它的发超低，咪超高。这就是口水囤积之后，会让这个咪变得很高。我们再打磨一下。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做精准的调音。好，我们先处理发。好，我预计这个发的簧片应该是需要换掉了哦，因为它降太多了。好，那我们要换簧片之前，我们要先把胶片拆下来。好，这个胶片是在这个位置上。咪发的胶片，因为我们要下簧片，所以胶片要先把它剥掉哈。好，发的胶片在这里。好，记得你剥下来的这个胶片都还是可以用的，所以我们先放旁边。我们先把这个簧片弄下来。好，要小心小心胶片哦，不要压到胶片。所以我们先大概知道位置，然后把这个胶片避开来。用这个方向好了，大概知道它的簧片位置。好，上面有其他的胶片，我们稍微把它挑开来，才不会夹到。挑开来，这个也是把它挑开来，好，才不会夹到。到时候你的胶片坏掉要一并更换，稍微麻烦一些。好，看一下孔位有没有准。好，好，这根簧片拆下来之后，暂时用不到，我们先放旁边。接下来你要对这个簧板要先扩孔哦，扩到我们的螺丝要的大小。好，这个是 Hohner 的零件。好，然后这个螺丝你去五金行应该都可以找得到。好，螺丝行不是五金行，螺丝行。好，这个一定是发。好，先把发的簧片找出来哈，哆来咪发，发是高音的。稍微看一下哈，看一下有没有拿错。好，对了，长度是对的。用不到的东西我们就先收起来，这样才不会让你的桌面一团乱。用不到的东西我们先收起来。接下来就是要对簧片跟这个簧板要扩孔，扩孔之后再来用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簧板上它是
已经有预设孔的，所以你就不用再重新打孔哈。然后这个是 Honor 的下簧片的这个钳子，我觉得非常好用，在维修 Honor 琴的时候十分方便。好，然后我们取出一颗螺丝，先放旁边预备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簧片先扩孔。好，我们先扩到我们要的样子哈。那簧板的部分，我通常都是扩到一半而已哈，就是让它可以下这个1/3左右，1/3左右，让它可以进这个公牙跟它的螺丝。好，然后这个簧片的部分，等一下需要扩比较多，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好，我们先公牙。好，看一下1.4的牙，先攻进去，看一下够不够。这些材料你都可以在网络上买得到，这种都不是什么特别的材料，网络上都很多，你可以自己慢慢去找。好，攻牙之后，现在簧板里面已经有纹路，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锁上去。好，接下来要处理比较棘手的这个簧片的部分。如果你是用Honor 原厂的铆钉，Honor 原厂的铆钉是像这样一颗小小的螺丝钉。铆钉它是钉进去的那我个人是不太会用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它稍微麻烦一些，所以我都是用螺丝锁。好，但是螺丝会比较大一点，所以你要先对这个簧片扩孔把这个孔扩大。好，那一样，这个我通常会扩到底，通常我会扩到底。好，我们花一些时间转它。那如果你不想要这样慢慢转的话，你用 Suzuki 的套件去打洞也是可以，但打出来的洞会稍微有一点点歪歪的，不是 Honor 的规格。那到时候你还要拿电动的扩孔机再重新扩孔一次。那我个人是觉得稍微麻烦一些，所以我都直接用这种手动的去扩孔，扩到我要的大小就可以了。那这个工具包，如果你买 Honor 的这个维修包里面都会有，所以你就直接拿来使用，这样就可以了。好，通常我会在扩孔的时候，我会多扩一些这样我在调整簧片的时候会比较有空间去微调，才不会说到时候我锁上去稍微偏左或偏右，然后发现没有地方微调，这样就比较麻烦。好，扩孔完毕之后，你的簧片会因为扩孔的关系，左右两边会有一些毛屑，所以你要先对簧片做打磨，让这个毛屑不要这么多，在你锁的时候会比较安稳，才不会有音准偏高偏低的状况发生。好，我们先打磨几个东西第一个是你要锁上去的这个锁点记得要打磨。那你可以去买一支电动雕刻笔来做这件事情非常简单，把刚刚攻牙的地方把它稍微磨平整一些。你用手其实就可以感受到它有没有平整的至少不要让它是凸出来，凸出来就很麻烦。簧片部分要打磨的时候，我会建议你用砂纸去做这件事。好，你就去五金行买砂纸，然后不要买太粗的像我现在打磨用的是1000或2000的，然后你就簧片放上去，稍微磨一下，它就会把刚刚扩孔的时候凸出来的地方磨掉。好，你在装簧片的时候，很重要一点就是平整度，一定要够。我在维修其他人的口琴的时候，也有发现，有些人他没有在打磨，所以他簧片装上去之后，发现歪歪的，然后就一直觉得说那个音不太准，就是你大力吹、小力吹会差很多的那一种。好，那这个你要特别注意。好，打磨完的簧片，我们就把它装到这个口琴上面来。那我们刚刚已经取出了这个小颗的螺丝好，我们就很简单的就是直接把它锁上去，因为我们已经攻过牙了，所以锁上去非常简单。好，锁上去之后，你会发现簧片可能会歪歪的，对不对？那你再拿这个尖嘴钳来做这个调整，或是你用指甲也是可以好，那我们就用尖嘴钳来稍微把它转回来一些。好，然后去透光看一下会不会差太多。好，微调。在维修这种簧片的时候，我的心态都是，我觉得这是不管是学生的琴或者是我自己的琴，我都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琴在修所以我希望我这个换起来的簧片是我自己可以接受的不是只有把它装上去而已
好，所以我会要求它有没有准，好，有没有准。好，我们现在把簧片装上去，我们先试一下这个簧片的音准怎么样。好，试一下发。好，这个发是偏低的。好，我们再把它磨回来哈，发这个音。好，一样用电动雕刻笔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完成了簧片的安装与它的调音。好，接下来我们要把刚刚拆下来的这个胶片把它装回去。在频道里面也有一个影片是用 Luna 口琴来教你如何贴胶片哈，如果有兴趣的亲友们，你们就自己去看。好，那在贴胶片之前，尤其是这种使用过的，你一定要把上面的胶先除下来哈，不然你到时候贴上去会不平整。好，那我就先除胶哈，我通常都是用指甲，看能不能抠得下来。好像这种抠不下来的胶片，我就会直接把它换掉哈，因为我不希望我贴上去的东西是不平整的，所以抠不下来我就直接换一块新的上去。我有一个胶片的盒子哦，专门放各式各样的胶片。好，那大部分都是 Hohner 的，因为我在做 Laylabs 口琴的时候，我会把 Hohner 胶片全部撕下来，所以我一盒用不完的 Hohner 胶片。好，那我就挑一个短的，然后把它贴到发这个音上面。好，如果过长的话，我们再来修剪就好了。那胶片如果过短就没办法哈，过长再来修剪。好，贴胶片的这个面你一定要做打磨，不然你胶片贴上去也是会不平整，所以我们一样快速打磨一下。好，让这个面摸起来没有凸凸的。好，这有2支雕刻笔哦，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头的大小不太一样。大的我觉得拿来做平面打磨还不错，那小的做调音，而且它很方便哈。那你不可能拿这一支放在你的维修包里面，因为它太大支了。好，所以我通常会2支一起使用。好，那我们就把胶片贴上去。好，粘上去之后，我们就先等它干。那我们先来处理另外一块簧板调音的部分哈。通常我在维修口琴的时候，我会一次把所有事情做完哦，不然到时候又那个坏这个坏哦，对我来说很麻烦，所以我通常会一次把该做的事情都做一做。好，那我先检查一下间距的部分，来快速的调个音。好，上面的水汽记得在调音的时候要顺手的把它擦掉。好，这样内侧的簧板调音就完成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处理下簧板的部分。好，下簧板我们刚刚粘贴了胶片，那我会把多余的胶片先裁掉。胶片尾端呢，有时候会有多余的胶，或者是胶片贴太长哈，会造成胶片跟风道会压到。那这个东西会造成你口琴会漏气。好，那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几年前我买了这个 Suzuki 的 Fabulous 的簧板，好，那新的簧板拿回来我就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使用。但是装上去之后发现我琴超级漏气，后来我找了很多原因，就发现是它在贴胶片的时候没有贴好，哦，就是它的胶太多了，然后又溢出来，那压到这个琴格跟簧板之间。哦，这样就会造成那个地方特别漏气哦，所以我就想说，我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个簧板，结果发现它的簧板的品质不太好哦，这样就有点失望哦。那从那时候我就有感受到这件事，所以我就开始在粘贴胶片的时候做了一些比较费工的修整，好，让这个簧板跟这个琴格哦不会因为这个胶所以弄到。好，那我们贴完之后，然后也修整完之后，我们就快速的把内侧的这个粘在一起的部分把它挑开。上下胶片粘在一起，就会很容易产生一些无法预期的这个声音哦。所以，如果你有空，你拆琴的当下，你就顺便把这个东西挑一下。那刚刚上侧我们已经处理完了，所以我们来处理下半段的部分。下半部的部分，看一下哦，这是上的。好，下半部是这里。那我们处理一下这个东西。好，我们现在把簧板装回去。好，一样先装弹簧的部分哈，先装弹簧。
好，弹簧上弹簧，好，长边进这个弹簧孔，好，手压着，然后手指一拨，这个东西就进去了哈。好，接下来上簧板，一样内侧会比较脏，好，外侧会比较干净。好，高音在右边，低音在左边。好，我们就先把这个位置先对好。好，对好之后，把螺丝先上。好，那 Hohner 的琴的螺丝，它是用1.6的 M1.6 的规格哈。如果你要去螺丝行买的话，那长度一样，就大家自己量一下哦，用一般的尺就可以量得出长度，或者是你就直接拔一颗这个螺丝。到这个材料行去问他这个东西要买多少的，好，他就会帮你量。好，上完螺丝之后，我的习惯是由中间往左右两边锁，由中间往左右两边锁，然后一样先不要一次锁到底，就先稍微让这个螺丝有咬到这个簧板，有咬到簧板，这样就可以了。好，先不要锁到底哦，先让螺丝有咬到簧板。好，确定每一颗螺丝都可以锁上去之后，我们再把它锁紧。好，因为 Hohner 的这个簧板它的误差稍微大一些，好，所以如果你常常会有这状况，是你锁了例如10颗螺丝，发现第11颗锁不进去，好的问题发生。好，这样我们的簧板所有螺丝都咬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锁紧。好，一样从中间，好我会先往左边哈，因为我比较在意的是低音的这个气密度好不好，所以我会先从中间，然后往低音的部分锁。好，这个簧板啊，因为学生他在用的时候已经有点耗损了哦，所以这个螺丝它有点生锈哦，有点难转进去。好，要注意一下自己在维修方面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很难转，你太大力，然后造成你不小心戳到胶片或簧片？好，这个都是需要非常注意的地方。好，装回去之后，稍微试一下。这样就完成这个安装。好，然后我们快速的检查一下这把琴的外侧的音高，降西升拉这个音太高。好，你会发现这个降西升拉这个音啊，降西升拉在哆西这附近。好，这个好，你发现这个音在根部的地方已经开始生锈了哈。生锈的话就会造成这个声音太高。好，我们把它磨回来一点。好，然后最后检查一下整把琴的间距。以上就是今天所记录给大家看的这个 Laylabs 口琴换簧片的过程。好，那我们采用的这个簧板是 Hohner 的簧板，所以这个零件还有它的维修工具，你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得到，非常好取得。OK， 那这个记录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好，我们下次有机会在维修口琴的时候，再顺手拍给大家看。OK， 拜拜。